公司估值5000万当天，我的核心技术团队竟集体造反，逼我割股放权。技术总监郑大钱冷笑：父亲，双倍薪资，30%股份，少一条我们就集体走人。我敢保证，没有我们，你撑不过3个月。谁知我却直接同意，那就辞吧。怎料1个月后，我们的新系统在行业展会上拿下了全场第1，客户排队签约。郑大钱见状跪下求我：副总，我们错了，能不能回来上班？会议室的门被技术总监郑大钱一把推开，他身后跟着4个人，我一看正是我公司的全部核心技术骨干。郑大钱把一份文件拍在我桌上：这是我们草拟的新合同，你先看看。我没动。郑大钱见状笑了笑：你最好看看。副总，星辰科技做了3年，能有今天，靠的是我们，靠我设计的控制系统，靠钱远的硬件方案，靠孙俪的底层代码。现在年营收1000万，估值5000万，你觉得没有我们，这数字还站得住吗？市场上不是没人挖我们。上个月天行科技的刘总请我吃饭，年薪200万，外加期权200万。副总，我现在拿多少？60万。我们不是不讲情面，星辰是我们一起打下来的，我们也想继续跟你干，但条件要变。第一，所有人工资翻倍；第二，我们5个人拿公司30%的股份；第三，公司未来重大决策我们要有投票权，不然……我替他说完，不然你们今天就走人。郑大钱笑了。副总是聪明人，3年前我拿着80万加100万贷款创立星辰，郑大钱是我从大厂挖来的第1个员工，给了他技术总监职位和5%干股。钱远、孙俪、李成都是后来招的，吴昊是应届生，我破格录用，手把手教，我自认没有亏待过任何人。我不同意。会议室瞬间安静，郑大钱的笑容僵住。你说什么？我不同意你们的条件，你们要辞职，我批准。工资按劳动法结清，干股按章程回购。明天开始，你们不用来了。郑大钱猛地站起来。父亲，你想清楚了，没有我们，你的公司就是空壳，客户冲着我们来的。你以为你一个做销售出身的，懂硬件懂代码，我们走了，你的项目绝对全部停摆，客户全部流失，公司撑不过3个月。我平静地看着郑大钱。说完了，既然说完了，就请吧，收拾你们的东西，今天之内离开公司，人事部会配合办手续。我拿起项目进度表继续看，仿佛他们不存在了。郑大钱一脚踢开椅子，转身就走。走，5人鱼贯而出。硬件组长钱远走到门口回头：副总，对不住了。门关上，会议室安静的像坟墓。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2声就接通了。喂，宋老师吗？我是父亲，之前跟你提过的项目，我现在需要启动了，越快越好。挂了电话，我走到窗前。郑大钱说的对，我不懂硬件，不懂代码，但他不知道的是，我早就准备好了，不需要他们。郑大钱他们离开的消息，半小时内传遍整个办公区。财务总监柳如烟推门进来，脸色难看。副总，郑大钱他们在收拾东西，要不要让人盯着？不用，该带走的带走，不该带走的他们带不走。柳如烟欲言又止。副总，你到底怎么想的？技术部5个人全走了，下周要给宏达电子交付的样机，现在连个调试的人都没有。柳如烟，你跟了我3年，见过我做没把握的事吗？柳如烟愣了一下，想了想，摇头。那就别问了，把人事叫过来。柳如烟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人事主管小周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副总，这是郑大钱他们的离职手续，都办完了，工资结算到月底，1分没少。还有，郑大钱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撑不过3个月，到时候求我回来，我要翻倍。我忍不住笑了。记下来，3个月后我要约。对了，副总，我刚才整理技术部的档案，发现郑大钱他们把所有的项目源代码都拷贝走了。我知道，让他们考。小周彻底懵了。让他们考？副总，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我没回答，从抽屉里拿出一个 U 盘放在桌上。把这个插到你电脑上，打开看看。小周接过 U 盘插进笔记本，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他点开，眼睛瞬间瞪大了。这是什么？这是我花了2年时间，让宋老师带着他的学生1五1十整理出来的完整技术文档。郑大钱他们带走的只是表面上的代码，而我手里的才是真正的核心技术。小周倒吸一口凉气。宋老师是那个南江大学的宋教授。宋教授是南江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教授，国内控制系统领域的顶级专家。2年前，我就开始以校企合作的名义，跟他建立了一个联合实验室，名义上是做前瞻性研究，实际上我在给星辰准备一条退路。不对，不是退路，是杀招。小周合上电脑，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副总，你是说你2年前就开始准备了？你早就知道郑大钱他们会走？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走，但我赌他们会，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小周沉默了很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楼下郑大钱等人正往车上搬东西。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帮我约一下宏达电子的张总，时间是明天上午；再约一下天行科技的刘总，时间是后天下午。小周愣住了。你要见天行科技的刘总，那不是挖走郑大钱的人吗？我笑了。对，我要跟他谈谈合作。小周张了张嘴，但没再问为什么，转身去安排了。对了，还有一件事，从明天开始，公司所有人的工资涨10%。小周又愣了。涨工资？可是郑大钱他们刚走，公司现在……正因为他们走了，才要涨，留下来的人值得更好的待遇。小周眼眶红了，
用力点头，转身出去了。我重新坐下，打开电脑，调出一份文件，那是宋老师和他的研究生团队在过去2年里为星辰开发的全新控制系统方案。相比郑大钱他们做的老方案，新系统的性能提升了40%，成本降低了20%，核心算法已经申请了专利。郑大钱以为他带走了星辰的灵魂，但他不知道，真正的灵魂从来不在他那。郑大钱他们离开后的第一天，公司陷入了一片混乱，不是因为项目停了，事实上所有项目都在正常推进，而是因为人心。技术部5个人集体出走的消息在外界传得沸沸扬扬，客户开始打电话来问，供应商开始担心付款，甚至有几个投资人发来消息旁敲侧击的询问情况。我让柳如烟统一回复，正常人员流动，不影响公司运营。但我知道光说没用，得做给他们看。上午10点，宏达电子的张总准时到了我办公室。宏达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去年贡献了将近2000万的订单，他们的自动化生产线用的全是我们的控制系统。郑大钱就是宏达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副总，我听说你们技术团队出事了。张总消息灵通，不是我消息灵通，是有人给我打了电话。郑大钱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说他已经离开星辰，问我宏达的项目要不要换供应商。然后呢？然后我说考虑考虑。副总，咱们合作2年了，我不想因为一些变故就换人，但生产线的事开不得玩笑。你们的技术团队散了，后续的维护和升级怎么办？我早有准备，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张总面前。张总，你先看看这个。张总拿起来翻了翻，表情从漫不经心到认真，再到震惊。这是你们新系统的方案？对，比宏达现在用的老系统性能提升40%，能耗降低15%，而且兼容宏达现有的所有硬件设备。最重要的是，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专利申请人是我，不是郑大钱。专利申请人是我，不是郑大钱。张总抬起头，眼神变了。你一个人？不，我和南疆大学宋教授团队联合开发的，2年前就开始了。张总沉默了很久，他是个聪明人，不需要我多说就已经想明白了前因后果。副总，你这个人够狠。不是我狠，是我不想被人拿捏。张总点点头，站起身向我伸出手。宏达的新项目还用你们？我握住他的手。谢谢张总。别谢我，我是生意人，谁的产品好我就用谁的。你们的新系统确实比老的好太多，我凭什么不用？送走张总，柳如烟跟进来。副总，天行科技刘总的秘书回话了，说刘总明天下午3点有时间，问你愿不愿意去他们公司谈。去？为什么不去？可是郑大钱他们现在就在天行科技，你去了会不会？不是正好吗？让他看看，他以为能打倒的人，现在在跟他新老板谈合作。天行科技的办公室在城西的科技园，比我公司大3倍，装修也豪华得多。前台小姐把我领进会议室时，刘总已经在里面。副总，久仰久仰。刘总客气。刘总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副总，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约我见面。为什么？你应该知道，郑大钱他们现在在我这边。我知道，我今天来就是为这事。刘总的表情变得微妙起来，他大概以为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刘总，商场如战场，你挖我的人，说明我的人有价值，我不生气。刘总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副总好气量，不是气量，是底气。刘总，我问你一个问题，郑大钱他们入职天行，给你带了什么？刘总犹豫了一下，他们带了你们星辰的全套技术资料，包括源代码、硬件设计图，还有客户名单。你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刘总没有直接回答。副总什么意思？刘总，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一个做销售出身的，敢放走整个技术团队？为什么我一个做销售出身的，敢放走整个技术团队？刘总的眼神变了，他开始意识到这次见面没那么简单。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郑大钱带走的那些东西都是废纸。刘总的脸僵住了。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是我们星辰新系统的技术白皮书。刘总，你可以看看。刘总拿起来翻了几页，脸色一点一点沉了下去。他不是不懂技术的人，他能看出来这份白皮书里描述的系统和郑大钱带来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是你们的新系统？对，性能比老系统提升40%，成本降低20%，核心算法已经申请了专利。郑大钱带来的老系统从今天起彻底淘汰了。就算你们天行用老系统做出产品，也是2年前的落后技术，客户不会买账的。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副总，你今天来不是来跟我谈合作的吧？是来谈合作的，但不是郑大钱以为的那种合作。我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刘总，工业自动化这个市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星辰和天行没必要互相厮杀。我的提议是，星辰做核心控制系统，天行做整机集成。你们用我们的系统，我们给你们最优惠的价格，强联合，一起吃掉更大的市场，而不是在郑大钱这种小市场互相消耗。那郑大钱他们，你想怎么办？那是你的事，但我要提醒你一句，郑大钱带来的那些代码涉及到星辰的知识产权，如果你们天行用了，我会起诉。刘总的脸色变了一下。副总，这算不算威胁？副总，这算不算威胁？不算，这是善意的提醒。刘总盯着我看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副总，我做了20年生意，你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年轻人。谢谢夸奖。我不是在夸你，我是在说，跟你这种人做对手太累了，还是做朋友比较好。合作的事我原则上同意，具体的条款让下面的人去谈。至于郑大钱他们，既然他们拿的东西是废纸一张，我会拒绝他们的入职。我握住他的手。刘总
总英明。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郑大钱站在门口，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刘总，宏达电子的张总那边我已经……他的话在看到我的瞬间戛然而止。父亲，你怎么在这？郑大钱，你先出去，我跟副总还没谈完。郑大钱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猛地转身，摔门而去。从天行科技回来的路上，我接到了郑大钱的电话。父亲，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跑到天行来找刘总，你跟他说了什么？我跟他谈合作。合作？你跟我新老板谈合作？父亲，你是不是疯了？我没疯，我只是告诉他一个事实，你带过去的那些技术都是过时的。如果天行想要领先的产品，得跟我合作。不可能，我们的技术是最好的，你在吹牛。郑大钱，你在星辰待了3年，你真的以为我什么事都告诉你了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在星辰看到的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核心技术从来不在你手里，你很快就会知道。对了，提醒你一句，你带走的那些代码，星辰的知识产权部门已经备案了，如果天行敢用，我们会起诉。还有，你给宏达电子的张总打电话挖墙脚的事，我也知道，张总已经续签了合同，你可以死心了。电话那头传来郑大钱的咆哮：父亲，你以为你赢了？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随时恭候。我挂了电话，回公司后，我召集了所有留下来的员工开会，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全来了。我站在前面。我知道，最近2天公司里有很多传言，有人说星辰要完了，有人说客户都要跑了，有人说我父亲撑不下去了。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些都是假的，星辰不会完，客户一个都没跑，我更不会撑不下去。恰恰相反，星辰从现在开始会变得比以前更强。我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投影幕上出现了一个 PPT， 这是我们和南疆大学联合开发的新一代控制系统，代号破冰。相比老系统，性能提升40%，成本降低20%。我们已经申请了12项发明专利，这套系统将在3个月内正式发布，而且从今天起，公司所有员工的工资涨10%，技术部的涨15%。会议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散会后，柳如烟找到我，递给我一张纸条。副总，这是郑大钱走之前从公司服务器上拷贝的文件清单，法务那边已经整理好了，随时可以起诉。我看了一眼，把纸条还给他。不急，不急，他带走了我们的核心技术，还不急？他带走的是旧技术，让他拿着那些废纸去折腾吧。等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基于旧技术开发产品的时候，我们再出手。那时候他们投入的越多，损失就越大。柳如烟倒吸一口凉气。副总，你这招太狠了。不是狠，是策略。柳如烟摇摇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副总，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能把公司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因为你永远比别人多想3步。我笑了笑，没说话。3步，远不止如此。天行科技的老总最终拒绝了郑大钱他们，但我没想到，1周后，郑大钱他们居然正式在江源科技入职。郑大钱发了一张6个人的合影。新平台，新征程，感谢江源科技的信任，我们会用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郑大钱心里清楚，天行拒绝了他们，就说明我手里的东西比他们有价值的多。而江源就连天行科技也比不上，技术底子薄得可怜。李总之所以高薪挖他，就是看中了他手里那套从星辰带出来的技术方案。他思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星辰挖人。他第一个盯上的就是留下的技术部张工。老张，是我，郑大钱。张工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愣了一下。郑总，有事吗？老张，咱们共事3年，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我现在在江源科技技术总监，手里有大把资源，你过来，薪资翻倍，职位升1级，期权也有。你在星辰拿多少？我给你翻一翻。张工沉默了几秒。郑总，我在星辰干得挺好的。好什么好？父亲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做销售出身，懂什么技术？你在星辰一辈子就是个普通工程师，来江源，我带你做更大的项目，年底分红至少这个数。他报了一个数字，张工没有立刻拒绝，只是说考虑考虑。挂了电话，他直接把通话录音发到了我的邮箱，附了一句话：副总，郑大钱挖我去江源。接下来的3天，郑大钱像撒网一样，把星辰技术部、硬件组，甚至生产部的主管都联系了一遍，话术如出一辙，双倍薪资，职位升级，江源前景广阔。他还特意强调，江源已经拿到了5000万投资，比星辰有钱多了。我得知消息后，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想法。他又想故技重施，以为星辰离了某个人就不赚了。我拿起手机给小周发消息：周一例会，我有事情要宣布。周一的公司例会上，我还没有开口，张工就站了起来。副总，我想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张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放在桌上。上周郑大钱联系我了，他现在在江源科技，想挖我去他那边，条件很诱人，薪资翻倍，职位升级，外加期权。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不只是我问了一圈，技术部、硬件组、生产部，至少有5、6个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想把我们整个团队挖去江源，但是副总，各位同事，我今天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把他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挖人证据全部整理好，上交给了公司。这说明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条件。我站起身，走到张工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各位，你们都听到了，郑大钱想挖我们的人，开出了翻倍的薪资，更好的职位，诱人的期权。说实话，这些条件放在任何一家公司都可能有人动心，但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答应他。
不仅如此，你们还把所有的证据交给了公司，这说明什么？说明星辰值得你们留下来，说明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从今天起，所有员工再涨薪5%，不是因为挣大钱挖人，是因为你们值得。挣大钱的挖人计划彻底失败，他不仅没挖到一个人，反而让星辰团队的凝聚力更强了。这件事让他恼羞成怒，但又无处发泄，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更蠢的方式报复我。又过了1周，市场上传来消息，江源科技宣布将推出一款全新的工业控制系统，号称性能领先市场，价格更具竞争力。发布会的邀请函发到了我的邮箱，我让助理回了2个字：不去。一个连对手的新产品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敢号称领先市场的公司，不值得我花时间。但我的产品还是要发布的，不是现在，要等一个最好的时机。2周后，机会来了。三世工业自动化展是行业内每年最大的盛会，所有的头部企业都会参加展示自己的最新产品。星辰去年也参加了，但用的是郑大钱他们开发的老系统，反响平平。今年不一样，今年我要在所有人面前亮出我的刀。展会的日子定在月底，还有2周时间。我让技术团队加班加点把破冰系统的样机做出来。宋老师带着他的研究生从南疆大学赶来亲自调试，他们在实验室里待了3天3夜，几乎没合眼。第3天凌晨4点，样机终于跑通了。副总，成了。我走到示波器前，看着那条平稳的近乎完美的曲线，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宋老师辛苦了。不辛苦，做了一辈子研究，能看着自己的成果变成产品是最大的幸福。副总，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创业者。别人做产品是先有技术再找市场，你是先想好市场再搞技术。这不是聪明，这是被逼出来的。这不是聪明，这是被逼出来的。宋老师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你是说郑大钱他们？不光是他们，是这个行业的规则，技术掌握在几个人手里，这几个人就可以拿捏公司。我要打破这个规则。怎么打破？把技术标准化、文档化，让任何人都可以被替代，包括我自己。宋老师沉默了很久。副总，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到吗？因为你舍得，你舍得花钱建实验室，舍得花时间培养新人，舍得把核心技术的控制权从自己手里交出去。很多老板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怕失去控制。但你是反过来想的，只有把技术分散出去，才不会被任何人控制。我看着示波器上那条曲线，点了点头。展会前3天，我接到了郑大钱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他带着嘲讽的笑声。父亲，听说你们也要参加3世展，你们的展位在哪？我报了展位号。郑大钱笑。巧了，江源的展位就在你们对面。父亲，你知道江源这次要发布什么产品吗？就是基于我们开发的系统，性能比你们的老产品强30%。我不在乎，至于原因，你来展会就知道了。我挂了电话，柳如烟在旁边听着，忍不住问：副总，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有新系统？为什么要告诉他？让他知难而退啊！不会的，郑大钱那种人，你越告诉他，他越觉得你在吹牛。只有让他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他才会信。更重要的是，我想看他从得意到震惊，从震惊到绝望的表情。柳如烟看着我打了个寒战。副总，你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商场如战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三世工业自动化展是行业内每年最重要的盛会，全国各地的设备商、集成商、终端用户都会来。我的展位在7号馆，位置不错，靠近主通道，对面就是江源科技的展位。它的展台上方挂着一块巨大的 LED 屏，滚动播放着宣传语，宣传语下面是一排参数对比图，对比的对象是我们星辰的老产品，每一个参数都刚好比老产品高那么一点点。柳如烟站在我旁边看着对面的展台，脸色难看。副总，他们这是赤裸裸的碰瓷，让他们碰，碰得越狠，摔得越惨。展会9点正式开幕，8点半就有人陆续进场。最先来到我们展台的是宏达电子的张总，他带着技术团队一共5个人直奔我们而来。副总，新系统呢？让我看看。我笑了笑，指向玻璃罩里的样机，就在这。张总凑过去，隔着玻璃仔细看。他带来的技术总监拿出手机对着电路板拍了又拍。副总，能打开让我们看看里面吗？不急，10点钟我们有一个正式的产品发布会，到时候所有的技术细节都会公开。现在你们可以先去看看对面的产品，对比一下。张总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郑大钱正在那边热情地招呼客人。张总哼了一声，副总，你放心，我只看你们家的。张总，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只有看了他们的，你才知道我们的好在哪里。张总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行，副总，你这个人够自信。柳如烟在旁边急了，副总，你干嘛把客户往对手那里推？不是推，是让他们去当裁判，让客户亲自对比、亲自体验、亲自得出结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比我说的任何话都有说服力。10点整，产品发布会开始。我站在展台中央，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周围聚集了不少人。对面的江源展台也围了不少人。郑大钱正在那边大声介绍他的产品，声音大的恨不得全场都听见。我们的天宫系统是行业内最先进的。对不起，打扰一下。我的声音不大，但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7号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包括郑大钱。我按下遥控器，身后的白色背景板突然亮了，随后便开始播放视频。视频的最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大字：破冰系统核心参数，响应速度0.02秒，控制精度0.01%，能耗降低30%，成本降低25%。所有核心技术已申请发明专利12项。星辰科技重新定义国产工控。全场寂静，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最精彩的
是对面郑大钱的表情，他身后的4个人表情各异。各位，破冰系统不是凭空出现的，这是星辰科技与南疆大学联合实验室历时2年，投入超过2000万研发经费的成果。我们不是为了打败谁，我们是为了证明一件事：国产工控可以做得好，做得强，做得让世界刮目相看。掌声再次响起，比刚才更热烈。发布会结束后，我的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张总第一个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副总，你别卖关子了，什么时候能供货？3个月后。太久了，2个月行不行？我加钱。张总，质量第一，3个月，1天都不能少。行，3个月就3个月，我先预定，定金我马上打。好。一个接一个的客户涌上来，预定、咨询、谈合作。我的助理手忙脚乱的记录，名片收了一沓又一沓。柳如烟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眼眶红了。副总，我们做到了。还没完，这只是开始。还没完，这只是开始。我抬头看向对面的江源展台，那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客户都跑到我这边来了。郑大钱看着我，我冲他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继续招呼客户。没必要落井下石，他已经输了，输得彻彻底底。展会结束后第3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整理客户意向表，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名字：天行科技，刘总。副总，方便说话吗？刘总，请讲。郑大钱那边，你最近有关注吗？他入职江源了，怎么？刘总后悔没要他？副总，我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我下面的人跟我说，郑大钱入职江源之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搞技术，而是搞串联。他私下联系了好几家我们的同行，包括做控制系统的华为，做集成的新智，还有2家不大不小的公司。你猜他想干什么？他想联合这几家一起压你们的价。郑大钱说，你们的核心技术团队集体出走，现在已经是一个空格。他鼓动那些公司趁你们还没站稳脚跟，一起打价格战，把你们挤出市场。更重要的是，他在拉拢这些公司，形成一个小联盟，互相承诺不采购星辰的系统，逼你们降价甚至出局。副总，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毕竟你我是合作关系，但说到底是生意。可我想了想，郑大钱这种玩法太脏了，我看不惯。郑大钱这种做法，如果换做一般的公司，新系统刚发布，客户还没完全信任，资金还没回笼，被这么一搞，确实可能伤筋动骨。但星辰可没有那么脆弱。放心，刘总，你只需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剩下的事我来处理。接到刘总电话的第2天上午，我召集销售部全体开了个紧急会议。会议室里，我把郑大钱在外面联合竞品压价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郑大钱的套路也就这几招，联合几家同行互相承诺，不买我们的系统，形成买方垄断，最后逼我们降价，让我们利润归0。而这几招最怕事实，只要我们的产品足够好，客户不是傻子。而且郑大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太高估自己了。我让柳如烟打开投影，调出破冰系统的完整技术白皮书和第3方检测报告。接下来我们要做3件事：第一，邀请所有意向客户和现有客户分批来我们研发中心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破冰系统的研发过程，比我们说1万句都有用。第二，把破冰系统的第3方检测报告、专利证书、客户案例整理成公开文件，发给所有渠道，同时在官网上开通技术公开日预约通道，欢迎任何业内人士来交流。我们用开放对抗封闭。第三，那些被郑大钱拉拢的公司，我去谈。正因为他们想压价，才说明他们认可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真的觉得破冰系统不行，根本不会费这个劲。他们只是被郑大钱忽悠了，以为我们撑不住。我要让他们知道，跟我们合作比跟郑大钱站队划算得多。散会后，我又给刘总打了个电话。刘总，谢谢你昨天的提醒，我想请你帮个忙。如果郑大钱再找你，或者你认识的同行说那些话，你不用反驳，也不用替我说话，你只需要说一句：星辰的事我不太清楚，你自己去他们研发中心看看呗。刘总在电话那头笑了。副总，你这是要引蛇出洞了？不是引蛇出洞，是让所有人都看清真相。不是引蛇出洞，是让所有人都看清真相。3天后，第一批客户参观团来到星辰研发中心，宋教授亲自带队讲解，每一个环节都透明公开。客户们看完之后，当场又签了3份意向合同。与此同时，我还让柳如烟在官网上发了一条公告，应广大客户要求，星辰科技将于下周5举办破冰系统全公开技术演示会，全程直播，任何人都可以在线观看。届时，我们将现场运行系统，并接受任何技术问题的公开质询。公开演示会那天，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3000人。我站在镜头前，旁边是运行的破冰系统样机，宋教授坐在一旁，随时准备回答技术问题。各位，今天我们只做3件事：第一，现场跑系统，所有参数实时显示；第二，公开第3方检测报告，欢迎任何机构复测；第三，回答所有人的问题，不设限。直播持续了整整2个小时，期间不停有人提问。你们这系统成本真能降25%？我不信。宋教授直接调出 BOM 清单和供应链合同截图，把成本构成一项一项列了出来。直播结束后，刘总跟我打了个电话。副总，你这个人做事太绝了，华为和新智的老总都托我给你传话呢，说以后的合作也要多考虑考虑他们。副总，看来这关你又赢了。闻言我笑了，郑大钱的联盟还没正式成立，就已经散了。也就在这天下午，我接到了江源科技老总李建国的电话。副总，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有空，李总定地方。晚上7点，在市中心的一家高档私房菜馆，包间里只有我们2个人。李总点了一桌子菜，开了瓶酒。
副总，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副总，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当初挖郑大钱他们是我做错了，我以为他们是你们星辰的核心技术团队，挖过来就能补齐江源的技术短板，没想到他们带过来的东西全是过时的。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干什么吗？我在处理烂摊子。郑大钱他们来江源之后，我给他们投了500万，专门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让他们开发新产品。他们开发了1个月，给我看了一个半成品，说再有2个月就能量产。结果你们破冰系统一发布，他们那个半成品连垃圾都不如，性能差了一大截，成本还比你们高，就算做出来也卖不出去。500万打了水漂不说，郑大钱还在外面给我惹事。我听说他私下联系华为、新日那些公司，想联合起来压你们的价，还到处散布星辰要倒闭的谣言。副总，这种事我事先真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把话放出去了。我李建国做了20年生意，再蠢也不会蠢到去搞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副总，我今天来不是来推卸责任的，郑大钱是我挖来的，他惹出来的事我有连带责任，但我也想把话说清楚。江源不想跟星辰为敌，你们那个公开演示会我看了全程，破冰系统的实力摆在那里，我不得不服。我看着李总，心里很清楚他在打什么算盘，他不是来道歉的，是来谈判的。李总，你想怎么办？李总沉默了一会儿，郑大钱他们我不想要了，那就辞了。所以我想跟你们星辰签一个排他性的合作协议，我用你们的系统，你们不用起诉，咱们之前的合作意向可以继续谈。我放下酒杯，看着李总，这只老狐狸，他是在用辞退郑大钱作为筹码来换取我的合作，但郑大钱本来就不是我的筹码。李总，合作可以谈，但有3个条件。李总，合作可以谈，但有3个条件。第一，郑大钱他们5个人，江源必须辞退，1个不留。而且我要江源出具正式的辞退文件，写明辞退原因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李总犹豫了一下，点头，可以。第二，郑大钱他们带走的那些技术资料，江源必须全部删除，并出具承诺函，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使用这些资料。这个没问题。第三，江源未来3年的整机产品必须优先使用星辰的核心系统，价格按照市场价来。李总的脸色变了，市场价。副总，李总，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协议，你从别的地方买系统，性能不如我的，价格比我的贵，你怎么跟客户交代？而且郑大钱这件事如果传出去，江源的名声也不好看，挖人挖到一堆垃圾，500万打了水漂，同行会怎么看？李总的脸色变了几变，最终叹了口气。副总，你这个人真的太狠了。不是狠，是公平。你挖我的人，我原谅你；你给我造成了损失，我没有索赔，我只是要了一个优先合作权，这难道不公平吗？李总愣了几秒，随即哈哈大笑。副总，我算是服了你了。郑大钱他们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要不要起诉？我想了想，不急，不急。他们可是带着你的技术资料走的，你不怕他们拿着去找别的公司？不会的，因为那些技术资料在我发布破冰系统的那一刻就已经变成废纸了。没有公司会花钱买过时的技术，就算有公司买了，他们也要花至少1年时间才能做出产品。到那时候，我的破冰系统已经迭代到第2代了，他们永远追不上。李总看着我沉默了很久。副总，你从一开始就没把郑大钱他们当回事，对不对？副总，你从一开始就没把郑大钱他们当回事，对不对？不是没当回事，我只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他们入职的第1天起，我就做好了他们随时会走的准备，所以我把核心技术分散了，把关键文档备份了，把研发进度加快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们不知道，在我这里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李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副总，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你的对手，我会睡不着觉的。不会的，因为我会让你一直做我的朋友。李总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那笑声里有佩服，有庆幸，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可能是后怕。辞退郑大钱他们的通知是在展会结束后第5天发出的，我是从李总秘书那里得到的消息。江源的人事部直接找了郑大钱谈话，告诉他因为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即可解除劳动合同。郑大钱是在公司门口被其他4个人堵住的，他们全都被辞退了。5个人站在江源科技的大楼前，面面相觑，他们的工牌已经被收走了，门禁卡失效了，连进公司拿个东西都不行。郑哥，你不是说没问题吗？你不是说江源很看好我们吗？你不是说我们至少能干3年吗？郑大钱的脸白得像纸。我也不知道会这样。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带着我们跳槽，结果呢？不到1个月就被辞退了。我的房贷怎么办？我老婆刚怀孕，当初要不是你怂恿，我们会在星辰待得好好的。我怂恿？你当时不是最积极的一个吗？你说父亲不懂技术，迟早把公司搞垮。几个人越吵越凶，在公司门口就吵了起来。吴昊站在最后面，没有说话。他想起入职星辰的第1天，副总对他说的话：吴昊，技术可以学，但人品很难改。你记住，在任何公司都不要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因为不可替代意味着你危险了。当时他不理解这句话，现在他懂了。吴昊掏出手机，犹豫了很久，拨了一个号码。副总，我想回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吴昊，你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吴昊的声音在发抖。副总，我错了。我不该跟他们一起走，我当时是被他们逼的。他们说如果我不走，就让我在行业里混不下去。副总，你给我一次机会，求你了，我可以从最底层做起，什么活都愿意干。明天早上8点来公司找我。吴昊愣了一下，随即眼眶红了。谢谢副总。
谢谢副总。他挂了电话，擦掉眼泪，转身就要走。郑大钱叫住他：“吴浩，你给谁打电话呢？”吴浩回过头看着郑大钱，眼神里没有了以前的畏惧。副总，郑大钱的脸色彻底变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明天回去上班。吴浩回来的那天早上，公司里炸开了锅。吴浩，他不是跟着郑大钱走了吗？怎么还有脸回来？就是叛徒一个，副总干嘛要他？我不服，我们辛辛苦苦留下来，他倒好，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议论声很大，大到我在办公室里都能听见。吴浩停下脚步，然后对着所有人鞠了一躬。各位，对不起，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再站在这里，我跟郑大钱他们走是我的错，我不找借口，不推卸责任。副总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会用行动证明我值得这次机会。从今天起，我从实习生做起，不要工资，不要福利，什么活我都干。说完，他又鞠了一躬。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技术部的老员工张工第一个开口：“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既然副总点头了，我们就认。去把仓库收拾一下，以后你就负责物料管理。”是，谢谢张哥。吴浩转身大步走向仓库。我在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看着这一切。柳如烟站在我旁边叹了口气：“副总，你真打算用他？你不怕他在？你不怕他在？”不会了，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摔一跤不是坏事，他知道疼了就不会再摔第二次。而且吴浩是个人才，他的算法能力比郑大钱强得多，只是以前被郑大钱压着出不了头。郑大钱在的时候，我没法培养他，因为郑大钱会嫉妒，会打压。现在郑大钱走了，正好。柳如烟摇了摇头：“副总，你这个人每一步都算得太精了。不算不行，在这个行业，你算错一步就是死。”我打开电脑，调出一份文件，上面写着：“星辰科技A轮融资计划书，目标金额5000万，用途是建设新的研发中心，扩建生产线，开拓海外市场。”柳如烟看到这个文件，倒吸一口凉气。副总，你要融资？破冰系统只是开始，你看这次展会上的反响，客户排着队要签约，但我们的产能跟得上吗？研发迭代的速度够快吗？海外市场有人去跑吗？这些都需要钱，需要人，需要资源。我要让星辰成为行业第一，靠现在的规模做不到。柳如烟深吸一口气，消化了几秒钟，她的职业素养很快压过了经验，眼神变得认真起来。好，我去准备材料，商业计划书、财务预测、竞调清单，我下周就能把初稿拿出来。不急。柳如烟闻言一愣：“副总，你不是说市场窗口期不等人吗？”我说的是不急，不是不干。说着，我站起身，走到白板前，画了一条向上的曲线。现在破冰系统刚刚发布，热度在上升，但还没到顶峰。郑大钱被江源辞退的消息正在行业里发酵，那些投资人的注意力还没完全集中到我们身上。等这2个消息彻底传开，等我们的订单数再翻1倍，等所有人都意识到星辰不再是那个靠几个技术骨干撑门面的小公司，那时候我们的估值会比现在高得多。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先让子弹飞一会儿。等郑大钱被辞退的消息传遍行业，等我们的破冰系统拿下更多订单，等客户和投资人都意识到星辰的价值，那时候我们的估值会更高。柳如烟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佩服。副总，你真的是走一步看10步？不是10步，是20步。1个月后，郑大钱被江源辞退的消息在行业内传遍了，版本不同，但结论一样，郑大钱完了。我听到这些传言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看融资计划书。柳如烟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好。副总，出事了！郑大钱他们在网上发帖，说星辰的核心技术是他们开发的，说你窃取了他们的成果。他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个行业论坛的帖子，标题很劲爆：星辰科技父亲，一个窃取员工技术的骗子。发帖人一看就是郑大钱的 ID。帖子内容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大意是说破冰系统的核心技术是他郑大钱带着团队在星辰期间开发的。父亲这个老板不懂技术，只会窃取下属的成果，然后过河拆桥。他带着团队离开是因为父亲克扣工资，压榨员工。父亲为了报复，故意提前发布破冰系统，不给他们活路。帖子最后还贴了几张截图，是星辰内部的技术文档截图，上面有他的签名，看起来像模像样。柳如烟很着急：副总，这帖子已经有3000多阅读量，100多条回复，再这么传下去，对我们融资肯定有影响。我翻了翻帖子，笑了：让他发，因为他发的越多，死得越惨；因为他发的越多，死得越惨。柳如烟，你去准备几样东西。第一，我和宋教授签订的联合实验室协议，上面写明了破冰系统的知识产权归属。第二，郑大钱在星辰期间签署的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第三，郑大钱在星辰的所有绩效考核记录，我要让他看看他在星辰的3年到底贡献了多少。第四，吴浩是郑大钱团队里唯一回来的，他的话比任何证据都有说服力。柳如烟的眼睛亮了：副总，你是要？不急，让他再蹦跶2天，等他蹦跶的最高的时候，我们再出手。那时候他摔得最惨。柳如烟深吸一口气，转身去准备了。下午我接到了宋教授的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怒气：副总，网上那个帖子你看了吗？郑大钱这小子太不像话了，破冰系统的核心算法是他能做得出来的吗？那是我带着研究生团队花了整整1年才突破的。宋老师，别生气，让他说，我反而要感谢他，他帮我做了一次免费的营销。等我把证据放出来，全行业都会知道，星辰的核心技术不是靠1、2个技术大牛撑起来的，而是靠系统化的研发体系。那时候谁还敢拿技术团队来要挟我？宋教授愣了几秒，随即笑了：副总，你这个人真是个战略家。郑大钱的帖子在论坛上挂了3天，热度越来越高。第2天，郑大钱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更劲爆：星辰科技的技术真像父亲，你敢不敢公开源代码？
帖子里他放出了更多的技术文档截图，甚至还有一段录音。录音里是他和我在一次会议上的对话。我听着那段录音忍不住笑了。这段录音是3年前的了，那时候郑大钱刚入职不久。我对他说：“郑大钱，技术方面你说了算，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他截取了这句话，想证明我不懂技术，全靠他。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段录音的完整版我也有，里面全是他问我公司以后的发展规划。可以说，只要我把这些都放出去，郑大钱死无葬身之地。我把录音发给柳如烟，把这个保存好，但还不到发的时候，等他跳得最高的时候。我打开帖子看了看评论数，明天是周末，论坛的流量最大。郑大钱选在今天发帖，就是想赶在周末前发酵。他以为周末我们不会回应，可以让他多骂2天，但他不知道周末也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时机，因为周末全行业的人都有时间看戏。我笑了笑没说话。第2天周六上午10点，论坛最活跃的时候，我让法务部注册了一个官方账号，发了第一个帖子，标题很简洁，关于郑大钱先生不实言论的正式声明，内容更简洁，只有3段话。第一，郑大钱先生在职期间，在星辰科技担任技术总监，在此期间他参与的项目均为团队协作成果，并非个人独立完成。第二，星辰科技破冰系统的核心技术由星辰科技与南江大学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发，所有知识产权归属清晰，相关专利证书和合作协议已附后。第三，针对郑大钱先生在网上发布的不实言论，星辰科技已委托律师进行证据保全，并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帖子下面附了10几张图片，有专利证书，有与南江大学的合作协议，有郑大钱签署的保密协议，还有他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每一样都是铁证。这个帖子一发出来，风向立刻变了，评论区炸开了锅。专利都申请了，郑大钱还有什么好说的？合作协议是2年前的，说明破冰系统2年前就开始研发了，跟郑大钱有什么关系？保密协议都签了，还泄露技术资料，郑大钱这是违法了吧？郑大钱不甘心，10分钟后他发了一个新帖子。专利算什么？专利上写的是父亲的名字，但技术是我做的。父亲不懂技术，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系统？不料他这个质疑反而给了我最完美的反击机会。我让柳如烟发了第2个帖子，标题是关于破冰系统核心技术的说明，来自南江大学宋教授。这个帖子是宋教授亲自写的，里面详细说明了破冰系统的研发过程。破冰系统的核心算法由南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宋教授团队耗时14个月，经过372次迭代开发完成。郑大钱先生在星辰科技任职期间，仅参与了部分外围模块的开发工作，并未接触核心算法。作为证明，附件中附有研发过程中的所有实验记录、代码提交记录以及团队成员的签名确认。宋教授团队愿对以上陈述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帖子一出，彻底炸了。南江大学教授都出来作证了，郑大钱还有什么话说？372次迭代14个月，郑大钱在星辰总共才干了3年，他一个人能做出这个？吹牛也不打草稿。郑大钱彻底急了，他开始在帖子里疯狂回复，骂所有质疑他的人都是水军。我看着他的回复笑了。柳如烟可以发第3个帖子了。柳如烟发了第3个帖子，标题是一段完整的会议录音，还原3年前的真相。帖子里放了那段3年前的会议录音完整版。录音发出去之后，论坛彻底炸了。郑大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郑大钱没有再回复，他删掉了所有帖子，然后注销了账号。好了，柳如烟看着屏幕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副总，结束了，郑大钱彻底完了，你不高兴吗？我看着窗外沉默了几秒。没什么好高兴的，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我想要的是他承认错误，重新开始，但他选择了最蠢的方式，他把自己毁了。一个技术不错的人，因为心术不正，把自己作死了。这种事在任何行业都有，但每次看到还是觉得可惜。副总，接下来怎么办？我拿起桌上的融资计划书，接下来该干正事了。郑大钱的事在行业里发酵了整整1周，这场舆论战的胜利给星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的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以前不知道星辰的人现在都知道。投资人的电话打爆了，我让柳如烟把所有的邀约整理成一个表格，按照投资机构的规模、行业影响力以及能给星辰带来的附加价值排了一个优先级。我在表格上圈了3个名字：红木、高位、浩孙，都是顶级的投资机构。融资的事在2周后尘埃落定，我最终选择了高位资本。融资到账的那天，我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个会。融资的事你们都知道了，5000万到账了。会议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钱到了，但我要说3件事：第一，这笔钱不会用来发奖金；第二，这笔钱不会用来装修办公室；第三，这笔钱不会用来买车，这笔钱会用在这3个地方。第一，研发，我们要建一个行业内最先进的研发中心，买最好的设备，招最好的人才。技术是星辰的命根子，这根命根子不能断。第二，生产，我们要扩建生产线，提高产能。破冰系统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我们不能让客户等太久。第三，人才，从下个月起，所有员工的工资再涨15%，技术部的再涨20%。1周后，人事主管小周敲开我的门，表情很微妙。副总，郑大钱给我们投了简历。我停下手中的笔。什么岗位？嵌入式工程师初级，他投的是我们官网的公开招聘渠道。HR 按流程筛了一遍，觉得不太好办。小周把简历打印件放在我桌上，我拿起简历看了看。按公司规定，所有投递简历的候选人
只要基本条件符合，都必须进入初筛面试。HR 已经给他安排了面试，明天上午，面试官是技术部的张工和 HRBP 李姐，那就按流程走，该问的问，该评的评，不要因为他是挣大钱就放水，也不要因为他是挣大钱就刻意刁难，公平、合规、专业，就当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他既然没想走我这条路子，就随他去吧。第二天下午，面试结果出来了。小周把面试评估表拿给我看，综合评分62分，未通过。张工说，郑大钱的技术底子确实有，但他过去3年做的都是架构层面的工作，基层编码和调试的手感已经生疏了。我们初级岗位要求熟悉至少2种嵌入式操作系统，他只精通一种，另一种说是了解，但张工问了几个基础问题都答不上来。我点了点头，那就按流程发句信，措辞标准、礼貌，不要有任何多余的话。句信发出去当天下午，郑大钱在地下车库我的车旁堵住了我，看见我回来，他哭得涕泪横流。副总，我知道你看过我的简历，我也知道吴昊回来的时候也是从头开始，我真的只是想找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哪怕从最底层做起。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郑大钱说着，膝盖弯了下去，竟然真的要往下跪。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硬生生把他拽住了。站好，有话站着说。地下车库很安静，我说完这句话，松开了手。吴昊跟你不一样，他当初是被你们逼着走的，他是新人，没有话语权，不敢反抗。吴昊犯的错是被动的，他是在你们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选择。而你，郑大钱，你是带头人，你带着团队在公司最忙的时候要挟我，摔门而去，放话要搞垮我。你去了江源之后，第一时间挖我的人和我的客户。你被江源辞退之后，在网上发帖污蔑我剽窃技术。你私下联系华为、新智那些公司，想联合起来压我们的价。这些事哪一件是别人逼你做的？哪一件是你被迫的？你说你想从头开始，可你从头开始的方式是跑来求我施舍你一个机会。郑大钱，你真的想从头开始，就不应该来找我，你应该去找一个小公司，从基层工程师做起，用你的技术、你的能力、你的人品，一点一点证明自己，而不是跑到我这里来哭、来跪、来求。吴昊回来是因为他指我给他一次机会，你不回来不是因为我不给你机会，是你自己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你在我这里的信用已经清零了，不是负分，是清零。我不恨你，也不怨你，但我不会再信任你。一个没有信任的人，我没办法让他进我的公司。我从他身边走过，拉开车门，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昏暗的地下车库里。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跟头摔一次是教训，摔2次是活该。我能做的就是不替他挡，也不伸手扶，那样对他对我都公平。3个月后，破冰系统正式启动，但这已经不是我的工作重点。我打开电脑，调出一份文件。柳如烟，帮我约一下郑总，你就说我要跟他谈 B 轮，市场窗口期不等人，现在破冰系统的性能优势至少还能维持1年，1年后竞争对手肯定会追上，我们要在这1年里把市场占有率做到最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多的钱。第2天，郑总来了我的办公室，我把一份文件推给他。明年的财务预测我做好了，你看看，我的要求是追加 B 轮1个亿。郑总翻开一页一页的看，然后合上文件，深吸一口气。副总，你的 B 轮高位投了。我伸出手，合作愉快。半年后，星辰科技的新研发中心在江城科技园正式落成。1年后，星辰科技递交了 IPO 申请，已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5亿元，用途是研发中心扩建、生产线升级、海外市场开拓。消息一出，行业沸腾。星辰科技从成立到 IPO 只用了不到5年，这也太快了。付清这个人真的是个传奇，从核心团队集体出走到 IPO，这才1年半，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半年后 IPO 审核通过，星辰科技正式登陆创业板。上市那天，我站在上市大厅敲响了开市钟，钟声响起的那一刻，我身后的大屏幕上跳出了星辰科技的股票代码。上市钟声落下，掌声与欢呼淹没了整个大厅。我站在台上，望着屏幕上一路飘红的股价，没有狂喜，只有平静。我终于明白，一家真正强大的企业，靠的不是某几个人的手艺，而是完善的制度、稳定的品质和长久的口碑。这一路风雨兼程，终见光明。我的故事还在继续。